这是看过最蛋疼的武侠片，男主这一抓一捏，顿时让白胡子老头失声惨叫。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痛。老头练就一身奇功，名叫铁布衫。铁布衫是最具神秘色彩的中华武术，它隶属于硬气功主练气。当练到丹田之气随意运行，就可以闭塞周身穴道，不但可以承受任何打击，练至大成甚至刀枪不入。但是铁布衫也有弱点，那就是必须留有一个穴道用来呼吸，这个穴道叫做气门。老头经过10年的苦修，已然将气门转移，天下难逢敌手。可老头如此强悍，为何遭受如此下场？这还得从故事的开头说起。故事发生在明神宗年间，老头乃是刑部尚书郑重，他野心勃勃，阴险狡诈，暗地里排除异己，意图谋朝篡位。这次他要对付的是兵部尚书刘天和。刘天和身边有一员大将，名叫萧如风，平日受命物色人才，以匡扶大民。这天，他在街上碰到一个名叫胡龙的男子，见他与人打斗武艺不凡，便将他引荐给刘大人。刘大人果然很赏识胡龙，一时寄养，还提出要与他比划比划。结果胡龙趁刘大人不注意，抽出一把刀捅进他的心窝，随后还顺利逃走了。当院内侍卫冲进来，留在现场的萧如风被认定为凶手。紧接着在去往刑部途中，又有人出现，要将其就地格杀。萧峰这才明白过来，这是一场阴谋。制服一人，立马翻墙而去。现在只能靠自己抓住胡龙，才能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。事后，郑重下令全国通缉捉拿杀人密口。萧如风武艺高强，1000官兵捉拿工作难以奏效，每次都被他夺路而逃。原来胡龙是昆仑派弟子，他得知萧如风逃脱，并在追捕自己，立马请师兄拦截，自己则准备回师门寻求庇护。然而萧如风实在过于厉害，胡龙3师兄乔装埋伏在一处客栈，出手时候却被当场识破，众人群起而攻之，竟被他一脚一个尽数踢倒，或死或伤，没有讨到好处不说，反倒暴露了胡龙的行踪。萧如风追赶上胡龙，二话不说就是一阵拳打脚踢，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。正要带他回去之时，一个红衣男子却出手挡在他的面前，让胡龙再一次逃之夭夭。原来来人是刑部中军沈乐，他奉郑重之命缉拿萧如风，因为只有他的武功能够与之匹敌。可沈乐与郑重也并非一丘之貉，他受过刘贴和恩惠，本身也是正义凛然，糊里糊涂的放走胡龙，也是认定了萧如风就是凶手。萧如风说出真相，沈乐却是越听越糊涂。哪知此时一个白胡的老头出现，一脚踢飞萧如风，继续进攻，更是招招致命。沈乐想到刚才所言，不由自主地将老头拦了下来，他要自己问个清楚。萧如风见追杀自己的2人反而打了起来，没有多想，赶紧离开了这里。原来这老头是胡龙的师傅，不过胡龙再次向师傅求救，却遭到拒绝，因为胡龙早已被逐出了师门。萧如风这边没追上胡龙，却在小镇上遇到了正被恶霸欺负的石姓姐弟。弟弟年纪轻轻，身板却很扎实，硬扛恶霸10拳，竟毫发无伤，看得萧如风十分惊讶。不过进攻却是不行，眼看姐姐就要被恶霸抢走，萧如风出手英雄救美，将几个恶霸教训一顿，悉数赶跑。姐弟俩心生感激，留他多住几日。萧如风好奇弟弟的铁布衫功夫，姐弟俩心性单纯，直接说了出来。原来他们的爷爷是铁布衫宗师沈一成的弟子，人称铁一郎石天琼，只是被人陷害，至今没有找出真凶。弟弟对萧如风腿功也十分佩服，随后2人约定互相传授对方武艺。萧如风为人正气，没有藏私，将如何练腿、压腿以及出腿招式毫无保留的演示。而姐弟俩依然不光要给他铁布衫秘籍，更是连破铁布衫的方法都说了出来。原来铁指寸技是铁布衫的克星，他运用全身劲力集中在指尖上，可以令铁布衫者穴道泄气。铁指寸技虽不能直接破铁布衫，却可以用它来找出对方的气门。没过几天，沈乐就找到了这里，听石姓姐弟说起萧如风当初是如何救了他们，还收弟弟为徒，教他做人的道理。沈乐心中起了疑惑，这样一个行侠仗义之人，真的是凶手吗？萧如风也对他说了当日情况，并提出给他3天时间抓到胡龙，一起回去当面对质，一切就会真相大白。沈乐倒也爽快，放他离去。萧如风在一片树林追上胡龙，一顿招呼，踢得他晕头转向。这时一个装扮怪异的男子出现，原来他是胡龙在江湖上的结拜大哥，是岐山3怪中的夺命判官。他声称有他在，没人能把胡龙怎么样，并让胡龙先走，乃至这哥们儿说最狠的话，挨最毒的打，最后直接被自己的武器生生
勒死。随后岐山三怪的另外2个也出现，其中一个怎么看都像是元彪客串，两人也是十分嚣张，竟然玩起了猜拳的游戏，谁赢了谁先上。其中一个赢了，结果几招就被打趴下。元彪手持双钩加入战斗，在2人合攻之下，萧如风渐渐不敌。还好这时沈乐出现，2人联手，元彪他们已然没了机会，彪哥只能遗憾去领盒饭。2人一路追赶，终于找到了胡龙。然而此时胡龙已经被人先一步杀害，萧如风非常绝望，这下死无对证，没人能证明他的清白。不过沈乐却在胡龙手上发现一块玉佩，而这枚玉佩他见过，乃是郑重之物。沈乐瞬间明白了，他决定放走萧如风，因为他回去无异于白白送死，而自己则孤身前往刑部，准备问个究竟。他来到郑重面前，拿出玉佩，郑重没有否认，因为他身怀鹰爪铁布衫，防御进钩都已无敌。沈乐在他面前只不过是个死人。果然，沈乐全力用功，竟能伤他分毫，更是在鹰爪功之下险些毙命。危急关头，萧如风突然出现，郑重大笑，只道是得挨全不费功夫，2个一起来送死。哪知下一刻，使用铁指寸金的萧如风已经让他气息紊乱。郑重大惊，只盼对方找不出自己的气门所在。然而萧如风对铁布衫了如指掌，早已锁定其气门就在5处大穴之中，只要一一试探，找出气门只是时间问题。说起容易，做起来太难。分别试探上面4处大穴已经被打得七荤八素，不过还好只剩最后1处会阴穴没有试探。而正在此时，郑重也是有意无意的护住下方，不过脸上却有一丝笑意。萧如风不知是计，立马供其下盘，可就在他认为一击必杀时，双手竟被死死控制。郑重哈哈大笑：“我身上没有气门。”萧如风不仅铁布衫不可能没有气门，正要出手击毙萧如风，2道身影突然出现：“萧大哥，快打玉枕穴！”郑重听闻大惊，萧如风趁机反头束缚，一直打在玉枕穴上，随即就出现开头那一步，郑重气门被重创，眼看是活不成了。来人正是石姓姐弟，萧如风刚刚之所以找不到气门，只是因为郑重缩阳入腹，将之隐藏了而已。原来他们的爷爷乃是郑重的大师兄，也是被他暗地杀害，及时出现就是为了报仇。郑重鹰爪铁布衫2大绝技却作恶多端，最终落得攻破身亡，果真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